博流浪中，点心时间，一个让你短暂离线现实的小角落。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边吃点心，边听一只流浪的红毛猩猩的故事，陪伴它走过流离失所的旅程，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。如果想要画面和字幕的朋友，欢迎到下方链接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收听哦。朋友们好，我是艾博。我和家人都住在婆罗洲的热带雨林里。虽然我们都习惯独自生活，但我们有独特的联络暗号，偶尔还是会遇到邻居串门子。接下来带大家开箱我的家吧。我的家在15米高的榕树上，每到傍晚我会用树枝和树叶来搭建我的床，遇到下雨时我会用树叶多加一个床罩。早上起床后，我会到别的树觅食，晚上又会搭建新的床，这样每天都是新的床，早上还不用折被子。婆罗洲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、最茂密的森林之一，这里常年湿润多雨，浓密的树冠就像天然的屋顶，为我们提供护庇。赤道的气候也促使这里的阳光充足，有时还会有阳光和雨水共铺的彩虹快闪店。除了这些自然美景，还有24小时的果实超市，24小时的藤蔓健身房，只在白天营业的鸟儿 KTV。 住在这里真的好幸福啊！生活技能家的环境也让我多了很多不同物种的邻居，也有短暂居留的人类。这样的环境在市中心房价应该不便宜吧？我有个长期的邻居，他们是一对父子，他们用一些回收的材料搭建了他们的露天小屋。每天他们都会一早出门，傍晚才会回来。弟弟常常会光着脚丫在草丛穿梭，到河岸边洗澡，他都会戴着他那顶黄色的渔夫帽。这一天他们居然白天没外出，我看见爸爸好像在说故事给弟弟听，我也好想下去一起听哦，但我怕吓到他们。好吧，这一天醒来，那对父子早已出门，但弟弟这天忘了戴他的渔夫帽。我像往常一样去吃早餐，接着去健身房练个上臂，本想回家休息一会了，没想到看到几位陌生人在锯树。眼看一座座大树倒下，也把那对父子的家砸坏了。我赶紧跳下去拿了弟弟的渔夫帽，想要去寻找其他的家人，但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我的家曾是那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，阳光透过层层绿叶洒下，空气里有花与泥土的气息。可如今一切都被巨声撕裂，树倒了，鸟飞了，风带走了最后的叶子。我站在残破的树丛上，四周是一片死寂的空地，这片世界不再属于我。我还能去哪？我又还能有家吗？还好之前有几位来森林探险的人类搭了几艘木筏，我孤独地上了木筏，就让命运决定我下一个场景吧。木筏被水流推向了大海，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这里看不到任何标的物，看来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好饿，在海里3天了，我只有一顶渔夫帽，是要开始抓鱼吗？怎么下雨了？海浪的振幅也变大了，感觉木筏随时会解体。这时，海上出现了一个红色标的物。远处好像是一艘红色的船，船上应该有吃的吧？啊，是一个集装箱。我的帽子，还好接住了。艾博的木筏解体了，还好他抓到了一根浮木，保了他这条小命。虽然平时森林里会有淹水的情况，但我无法长时间在水里啊，只靠这一根浮木不是个好主意。这时，又一个2米高的大浪拍打过来，艾博掉到海里昏了过去。怎么感觉被什么围绕着？那绿色的是汤匙吗？那个是纸箱列车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鞋子怎么会自己动？上面还坐着一个人，底下的柱子是电池。我躺着的这个是草莓吗？我是不是饿出幻觉了？艾博睁开眼，看见几位身穿白衣的人类和警察围在身边，但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那个我的木筏在海里被红色的集装箱
撞散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他们有听懂吗？是问关于我的家吗？我的家在婆罗洲岛屿上，是一片森林，还有会吃昆虫的大王花，但现在都没有了。虽然不晓得那些人类有没有听懂，但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，根据艾博的描述，想帮他建造家园。他们要带我去哪里？樱桃是给我吃的吗？他们好像要帮我建造新的家园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海上有个盘子，盘子上多了个绿色的蛋糕，好像我们那里的斑斓蛋糕。哦，上面还是神山的造型哎。神山也叫金纳巴鲁山，是东南亚最高峰，它位于马来西亚沙巴，海拔为4095米。他们还用脆笛酥作为树木，挤上了奶油，变成了一棵棵的树。树上还有棵樱桃，还有大王花、猪笼草和草莓。大王花也叫来佛士花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食花。由于它们是吃肉，所以会散发腐尸味，但它们寿命1年只有5到7天，在神山公园周围就只能碰碰运气。看这朵花可是要收费的。我的新家落成啦！我的新家是一间海上屋，除了是护庇所，还可以作为海上交通工具。真的感谢这群初次见面就这么热心帮忙的居民，好喜欢啊！既然颜色那么像斑斓蛋糕，那就叫斑斓岛好了。晚上，居民们为艾博办了一个欢迎派对。突然觉得人类没那么可怕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和人类近距离接触。今晚的月亮好圆，边欣赏月光边听着优美的音乐，今晚好多的第一次。当森林的声音渐渐远去，但生命的韧性与勇气依然指引着它前行。旅途中的未知是一种探索的兴奋剂，也是成长的催化剂。每一次的迷茫，每一次的前行，都是找到自己的过程。红毛艾博的故事依然未完待续，他也将在这片未知的世界中找寻属于他的归属。感谢你和我们一起陪伴红毛艾博走过今天的旅程，让我们继续关注大自然，保护每一棵树，每一个生命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多的探索与成长还在前方等待着我们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关注哦。我们下集见。